你既然要找我来，你就要把病人的病情详细的告诉我才行。你知道隐瞒病情的后果是什么吗？蔡医生，我既然叫你来，就没有隐瞒的必要。你刚才说的那种什么细菌，我们也是第一次面对，并没有什么经验啊。请你相信我，我绝对没有撒谎。
你这样做又不一定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，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啊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，但我愿意试一试。我希望，如果我成功了，可以挽救我的同胞。他说把细菌接种到自己的身体里。他在电话里是这么跟我说的。蔡医生，这个韩城到底是什么人？陶先生，与其我们现在去讨论他是什么人，不如你去催一下那些专家，让他们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要是晚了的话，我怕韩城会撑不住的。
这段时间啊，就让白医生给您治疗啊。苏院长，我听林护士长说，是韩城把蔡博士送走的。天太晚了，我就让小韩送他一程。什么病人这么重要，不能送医院啊？要知道，越危重的病人越应该早送医院。毕竟在医院里，药品跟设备都比在外面齐全。我也不清楚，蔡医生回来就知道了。我现在呀，也正好奇着呢。陈哥，你回来了？蔡李坤没回来，他干什么去了？有人在东北日本人那儿感染了炭疽杆菌，跑到上海来想我们帮忙，可是我们没能救得了他。为了研制出抗炭疽血清，蔡李坤自愿留下。留下？为什么？他把细菌注射。今天的体温太低了，等会儿咱们好好晒晒太阳去。朱莉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苏院长说你跟蔡李坤这2天要出诊，所以由我来照顾朱先生。蔡李坤回来了吗？他可能要暂时住在别人家几天。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什么，可能就是太累了。你先去照顾别的病人吧，这儿我来看着。嗯。朱先生，我该怎么做？蔡李坤他可能回不来了，他已经把任务托付给了我。虽然我知道我可能还没有能力去承受这一切，但是你必须相信我，也只能相信我。告诉我，朱先生，把下半段密码告诉我。
你别忘了，让他进去可是你的主意。说的对。对了，你昨天对吕少尉的诊断是正确的。今天专家团给出了结果，跟你的结果一模一样，炭疽，而且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炭疽。我已经把这个向南京方面报告了，希望得到他们的重视。哦，对了，蔡医生，从各地赶来的专家正在等你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华顿教授不但是医学界顶级的传染病专家，还是细菌学领域的权威教授。下面有请华顿教授。好的，我现在不想说，我现在只想听你们说。在飞机上已经详细看过报告了，还是希望哪位能把病人目前的状况准确介绍一下。蔡医生。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些对于我们相对有利的消息吧。刚才陶先生已经介绍过了，此刻在隔离区和细菌做斗争的是我的同事，他叫韩成。他和在座的许多人一样，都是海外的华侨同胞，在新加坡的一个小型种植园工作过。由于工作的关系，他也接触到了一些初级的园林学和生物学，为此，他也算是半个医生。目前情况紧急，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研制出针对这种罕见细菌的血清，但我跟他也做了相关的部署，让他在每隔3个小时的时候抽取5毫升的血液保存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掌握一份精确的细菌样本，为了抗炭疽血清的研制工作做好充足的准备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过去了12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已经掌握了4份珍贵的血液样本。好，蔡医生做的的确很好。根据我以前的经验，在传染疾病中，炭疽杆菌的潜伏期可长可短，但这么急的病例还是第一次。病人已经感染超过了12小时，不知道现在这个病人情况怎么样？为了有效地跟隔离区沟通，我们已经设置了一部专用的电话线路。曹先生。哦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你来打这个电话。喂，是我。你现在怎么样了？还可以，目前能够控制。我现在跟陶成凯还有他请来的专家在一起，他们想了解你的情况。跟他们说，我2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低烧、胸闷、干咳这种流感症状。我目前正在从吕上尉的感染血样中提取强毒株病菌，进行菌液培养。但目前效果不太理想。韩长，你一定要挺住，我们大家会替你想办法的。
昨天晚上苏院长亲自出面，这可不常见。而且今天一大早，他把13号的护理工作交给了白朱莉。哦，这么看来，这个病人的身份很不简单。你回去之后一定要盯紧一点。希望不会和石井部队的事情有关。石井部队？他们不是在东北吗？你不知道，1个星期前，有几个国军的军人化妆潜入了进去。虽然及时被发现，带头的还是跑了。现在军部已经向各处发了紧急密电，严密监视大小医院和诊所，要我们密切留意此人。那个人逃走的时候受伤了？只是受伤就没那么危险了，是细菌，它感染了一种极为罕见的，名叫肺炭疽的杆菌。中村君，你说昨天晚上蔡李坤会不会和这件事情有关？不会，按道理，那个逃走的军人不会这么快来到上海的。但是，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。有事吗？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自己开上车了？小韩呢？他有一些事情，请假几天。一个失忆的病人能有什么事情？他不是开车以后就是能想起一些事儿，虽然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。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好着呢。蔡医生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从明天开始就别去出诊了。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，黑眼圈这么重，脸色蜡黄的，这什么病人啊，值得你这么卖命？哎，就别问了。我为什么不能问啊？还是什么至关重要的人不能讲啊？哎，没什么，其实他就是一个富家的公子啊，耽于风月，染上了一些麻烦。你也知道这种事情，他要是来我们医院治疗的话，说不好他第2天就上报了。所以他为了避免这些麻烦，就给我出了3倍的价钱。那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是吧？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像是真的呢？掏心窝的实话。
转告你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不能让大德洋行那些同志白白牺牲。如果蔡礼坤不在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我能在这儿待多久，有可能马上就得离开。到那个时候就真的来不及了。所以朱先生，密码，请把密码告诉我。谢谢，谢谢你，终于拿到了。阿丽，你回通道拿密码本，我们去翻译。起来。
摩斯电码。陶先生，你们拿到了密码也没用，你们破译不出来的。看来你对我们调查处的能力还是不太了解。你现在哪也去不了。只要我们守住这个秘密，
你再挺一下，我带你去报账。站长，你就不怕这小子跑了？要走的话，他早就走了，不会等到现在。对他来说，没有比衡山医院更好的安身之所了。我看这小子满嘴跑火车，没一句话像真话。但有一句是真的，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钱。站长，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就看马天明怎么干了。蔡先生现在在他们手上，朱天德也死了，现在还能怎么办？一定要有办法的。越到这种时候，越不能轻易放弃。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找回密码，必要的时候可能还要借助陶成凯他们的力量。三哥，你说这件事会不会是金邦的人干的？不行，和陶成凯作对风险太大了。丁云峰招走小四，就是为了操控我们在前面替他卖命。他的性格和身份决定了他的行事手段，只会躲在后面，绝不会抢出头。而且，他要想这么做的话，早就下手。那会是谁啊？三哥，这件事儿，你要不要告诉蔡先生？怎么了？看到我很奇怪吗？平时这个时候，你不是已经到院外出诊了吗？啊，今天可以晚一点。我正在等你呢，想要跟你说一件事。等我。啊。哎，这是13号病人的药吧？给我。啊？你知道具体用量吗？这你就别管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不仅仅是换药，跟这个病房有关的一切，都由我来单独处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现在是病人关键的治疗时期，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人能够打扰他，你能够理解吧？现在每天我要为他做5分钟的身体按摩，还有4肢伸展运动。经过这几天，我发现对他的康复非常有作用。别的事情我可以不管，这5分钟要给我吧？不行。
您真的非得这样吗？这样对病人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不行，我得亲自去看看。苏院长，这就不必了吧？嚯，怎么，现在连我都不能去了吗？那倒不是，苏院长如果愿意的话，随时都可以去。不过规矩一旦制定，我们还是不要破坏，尤其是您。陶县，您忘了您送他来的时候的承诺了吧？当然没有。苏院长，你放心，经过这段封闭的治疗，等朱先生的病情稍稍有些起色，我就会把他撤走，转到更适合他的地方。不过现在，我们还是要按规矩来办，除了蔡医生，任何人不可以介入。苏院长，绝迪，什么事啊？我这还有客人呢。苏院长，我想请您立刻更换13号病人的主治医师。为什么？因为蔡李坤。今天啊，在开会之前，我要先说件事儿。从今天开始，没有蔡李坤医生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入13号病人的病房。这是基于病人的特殊情况，我们做的新规矩，请你们大家都能理解。今天我讲的题目，就从这件事情开始吧。朱莉，你怎么不听了？没什么，去看看7号病人的情况。不对吧？我看你是因为刚才苏院长的话吧？其实啊，我一直很赞同苏院长的决定，但是这一次我真的觉得他做的不对。有什么不对的？苏院长不都说了吗？是为病人着想。再说了，人家病人家属都同意了，还派人守在门口，咱们呀就别操这份心了啊。家属，你真的以为站在病房门口的是他的家属啊？
This is way too serious for us.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before. 怎么会这样？你看，韩城的病情有好转了。怎么回事，华顿教授？我也很奇怪，感染上肺炭疽病的人到现在已经超过了30个小时，他不但没有出现高热、呼吸困难等症状，流感症状也减轻了。会不会是报告弄错了？我每个小时都和里面进行一次通话，这些是记录，都是里面病人的口述。所以真的像您说的一样，奇迹出现了。现在无法得出结论，也许是康复的前兆，也许是恶化的开始。喂，师傅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我刚量过体温，36度2。36度2。对，跟之前一样。流感的症状有所减轻，但是我总觉得这是假象。我还以为你走了呢。你想说逃吧？蔡李坤没治好之前，我哪儿都不会去。你觉得他能治好吗？如果连这点希望都没有，那我们现在在做什么？不如直接放弃得了。
寇先生，你想过杀害朱天德、抢走密码的人到底是谁？这个我希望你来告诉我。你还认为我跟那些人有关系？我只是知道抢走朱天德密码的那些人对朱天德的情况了如指掌，否则不会在你得到密码的时候他们就出现。能掌握这些的人并不多。凶手一定是衡山医院的人。屈如森能化妆成病人混进衡山医院，你马天明能装成医生混进衡山医院，其他人为什么不可以？所以他们很聪明。能在我的手里把密码抢走的人，不但聪明，还很有胆量。可惜啊，他们再聪明再有胆量，也取不走那笔钱。为什么？因为密码只有一半。半个。另外半个在哪？我不知道。这样，你回去以后注意身边的人。杀朱天德、抢走密码的人应该会发现这个问题，他会主动联系你。天泽，这次的成功，你有一半的功劳。只不过是我们运气好罢了。是啊，现在我还不敢相信我们会这么轻易的就把朱天德的密码搞到手了，像做梦一样。来，为胜利干杯！中村君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想过什么？我们这么轻易的得到密码，会不会是假的？该做些什么？
郑姐。您终于来了。最近外面的风声太紧了，我因此而拖延了几天，还请见谅。总村君，你为我们立下了大功一件，任何事情和这个相比，都不值得一提。密码带来了吗？带是带来了，不过我想亲自把它交给三浦总领事。信不过我？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给总领事一个惊喜。也好，不过今天不行，三浦总领事被军部召回述职了，这几天不在，这里暂时由我负责。述职？童村君，看看这个，这是丁云峰在烟头里掺假的证据。要是知道这些事情的话，他会很不高兴的。
放在您面前的这2份，一份是用印度的马蹄土熬制而成，还有一份是经过我熬制的新土。请您来就是想让你鉴别一下，看看您能不能分辨得出来。样子倒挺像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拿上来。这2枪已经分别装好，请验货。2位慢慢喝，我去去就回。干嘛去？女人的事儿你管得着吗你？老弟呀，这就是你新纳的那位弟妹。怎么样，老嫂子，花了我这个数啊，不过值了。
我自己划破的。你是不是把朱天德也弄伤了？我不就抽了个血，你有必要大惊小怪的吗？你怎么还听不明白？这跟抽血没关系，这是你的问题。我的问题。现在血样拿到了，你可以走了吧？马天明，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为什么总是心神不宁的呢？你们俩这是怎么了？又欺负朱莉了？我哪敢欺负她呀？你们可真是对欢喜冤家啊！一见面就吵，见不到呢又互相想着。我真没跟她吵架，我还主动积极的配合她抽病人的血呢。Don't care。陶先生吧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你比约定的时间早了10分钟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能这么
谨慎，一定是以前的某种特殊职业让你养成的这个习惯吧？什么特殊职业呀？我就是个司机，司机就得守时。你在衡山医院只是个临时的司机，这个习惯一定是以前养成的。高先生，我的记忆还没恢复，很多事我还想不起来。我有一个假设，假设你以前是个医生呢？你这个假设挺有趣儿。你这几天所表现出来的医学素养非同一般，华顿教授都敬佩不已。不知道我这个假设会不会让你想起来什么呀？好啊，我会沿着这个思路好好想想。如果想起什么，我会告诉你。好。这样，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：是什么样的力量和信仰，让你义无反顾地走进隔离区，把炭疽杆菌接种到自己的身上？就算你不是个医生，一个普通的市民没有义务这么做的。我倒是觉得一个普通市民完全有义务这么去做，只要他是爱国的。